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每周分享家庭美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不仅仅是一款面包，也是老爸多年总结下来的经验。用这一款面包的配料，其实可以制作出几十款花色不同样的面包，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后续老爸在这款面包的配料的基础上，还会再分享更多的面包的制作方法。这款面包的配料我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把所有的材料除了盐和黄油之外，通通倒入到打蛋桶当中。先用中速打成一个光滑的面团，打成光滑的面团之后，把剩余的40克的黄油和3克的盐加入进去，再用中高速把面团打出手模。如果没有厨师机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之前老爸发布的手揉面包出模的教程。好了，在这里我们用面包的这个基础，用2种食材和2种不同的制作手法制作2款面包。先准备50克的软化的黄油，80克的细白砂糖，简单搅拌一下之后，加入10克的奶粉，30克的全蛋液，把这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混合成粘稠的糊状。再加入100克的低筋粉，把加入的所有的材料揉成一个面团之后，取一个塑料袋把它装好，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这2种材料混合在一起，就可以制作出超级美味的菠萝包。自己在家里做来吃，还是商用这款的配料标准的一个菠萝包的配料。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打的面团已经打出了手模，把这个面团用手揉一下，揉搓的均匀一些。然后盖上一张笼布，这个地方也不能说是醒发吧，让这个面团去自然松弛一下，大概10分钟左右。把这个面团均匀的裁成小剂子，视频中老爸裁了10个面团。把这10个面团揉搓光滑之后，盖上一张小笼布。后面制作可能会稍微慢一些，不然面团的表皮就风干了。把刚才放在冰箱冷藏的材料取出来，老爸揪下来的这一块大概有50克，这块食材的表皮滚上一层干面粉，然后把这个面团包在里面。这个地方比较讲究手法，肯定是熟能生巧。如果这个手法练习的比较好的话，后面来做面包或者是做各种糕点，做出来的样子会特别的好看。期间如果感觉面团稍微粘手，可以借助一些干面粉，一旦把这个外皮给弄破，其实做出来也特别的好吃，只不过会不好看。弄好之后放在一个烤盘里，全部弄好之后，我们取来一个做这种菠萝包的模具。老爸手里这个模具，我记着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好像就在家里见过这个模具。如果没有这样的模具怎么办？可以拿一根针在上面划上菠萝纹也是可以的。这样做完之后再去醒发，这款面包只醒发1次。有醒发功能的烤箱很快就能醒发好，没有醒发功能的烤箱放在烤箱里自然醒发。醒发至体积翻倍以后取出来，面包上均匀的刷上一层薄薄的全蛋液。烤箱的温度设定我一会儿分享。制作豆沙可能比较麻烦一些，图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在超市直接买现成的豆沙馅儿。剩余了6个面团，我们就做6个豆沙馅的面包吧。豆沙馅的大小就以面团体积的1半为准就可以。这种的话，就把豆沙包入到面团里面，把包好豆沙馅的面团擀成牛舌状，取一个锋利的小刀，轻轻的把这个面团的表面划开，简单的盘成一个圆，这样就可以制作一款虎皮纹的豆沙面包。这种面包我想肯定是很多60后、70后的长辈年轻的时候也肯定吃过。同样是放在烤箱中让它自然醒发，醒发好之后刷上一层薄薄的全蛋液。烤箱的温度设定是先预热烤箱，上火180度，下火180度，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0分钟左右。大家可以看一下烤出来的面包怎么样。左面的是豆沙面包，右边的是菠萝面包，而且这个配料可以变化出很多种样式，后面老爸会慢慢分享。好了，今天分享的不仅仅是一款面包的配料，更是老爸这一生经验的总结。如果大家喜欢老爸做的美食，请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